水浒传》中，潘金莲为了与西门庆私奔，害死武大郎的戏码，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上演。汶川救灾英雄王龙因救灾落下残疾，获得国家补偿款118万，而妻子杨军为了与情人私奔，下毒谋害亲夫，抵押房产携款潜逃。最终，王龙家人找到杨军，索要补偿款，他却满不在乎地说道：“钱早就花光了，如果要还，我就只能去坐牢，到时女儿就没有妈了。”那么，杨军最终还上钱了吗？王龙如今又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汶川地震那年，王龙32岁，是一名司机，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贤惠的妻子和乖巧的女儿。地震发生后，王龙积极参加抗震救灾，来到了救灾前线四川理县。援建工作很辛苦，白天开车往返受灾村落进行勘测工作，夜晚常常半夜才回到驻地。而这样艰苦的工作，王龙一待就是1年。2009年7月的一天，王龙开车载着同事返回驻地时，不幸被一块从悬崖上飞下来的巨石砸中。事故现场，王龙当场昏迷不醒，另外2位同事也受了轻伤。随后3人都被送往当地医院抢救治疗。由于王龙受伤严重，出院时还是落下了严重的残疾，同时精神上也受了一些创伤。出院后的王龙作为赈灾援建英雄，受到当地新闻媒体宣传。报道中讲述了王龙赶赴灾区支持援建，不幸受伤医治的全过程，并配上王龙紧紧拉着妻子的手，夫妻恩爱的照片。然而，这对恩爱夫妻的美好画面，竟在王龙回家后变得破碎不堪。对于赈灾英雄王龙，国家不仅授予了1等功，并且还发放了补偿款118万。有了生活的保障，王龙也在家人的照顾下，身体逐渐好了起来。由于妻子杨军还年轻，王龙考虑不能因残疾而影响妻子的未来，便主动提出协议离婚。可是杨军却表示不离不弃，不同意离婚，愿意照顾王龙一辈子。如此有情有义的妻子，让王龙感激不已。王龙父母看着整日忙碌的儿媳，操持着这个家，也深感欣慰，放心回了老家。1年多后，王龙父母接到儿媳杨军打来的电话，电话里杨军恳请2老帮忙照顾王龙一段时间，因为他想带孩子出去旅游。电话中，杨军还将王龙如何吃药详细告知公婆。想到平日里儿媳照顾儿子很辛苦，也让儿媳外出休息几天，于是王龙父母进城照顾儿子。然而王龙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让2老产生了怀疑。按理说儿子按时吃药治疗1年多，身体应该越来越康复，但眼前的儿子却是面色如土，整日嗜睡。于是王龙父母拿着病历和药瓶来到医院，才发现儿媳杨军竟然把医生开的药换成了安眠药。杨军这一举动，王龙父母不理解，便打电话质问儿媳，结果电话也无人接听。而就在此时，王龙接到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，要求尽快缴交本月的贷款利息。王龙纳闷，自己从未申请过车贷房贷，哪来的30万的贷款利息？紧接着，银行人员表示，是王龙妻子杨军来办的贷款，用房子抵押贷款30万，房产证还在银行里。放下电话，王龙急忙打开抽屉，只见房产证还在，但家里有着100多万补偿款，杨军为何又要去贷款呢？王龙觉得事有蹊跷，便让父母拿着房产证去房管所查验，结果却吓出一身冷汗，房产证竟然是假的。不仅如此，王龙家人还查到银行卡里的补偿款余额是0。而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为了避免每次取款不超过10万元，因为银行规定国家补偿款超过10万元需要本人签字，杨军每次只取6、7万元，一共取款17次。也就是说，杨军刚好用了1年多的时间把所有补偿款全部领取完。原来1年多的悉心照顾是为了掩盖她卷着丈夫资产的假象，原来表面上的恩爱夫妻是为了迷惑众人，谋取私利的把戏。众人眼中的好妻子不仅卷走了王龙的补偿款不说，还把房子抵押贷款，让王龙背上了债务，这让王龙一家怒不可遏。
由于联系不上杨军，王龙父母便来到了杨军娘家，但杨军父母表示很久未与女儿联系，现在也不知道她的去向。几经周折，王龙打听到杨军在某小区居住，一家人赶了过去，正好在楼下遇到杨军。心虚的杨军不敢面对公婆，便趁机而逃。最终在房东的帮忙下，王龙一家才得以进屋查看妻女的居住情况。只见屋内除了杨军和女儿的衣服外，还有许多男士的衣物和用品。这时王龙才知道，妻子带着女儿旅游，竟然是携款与别的男人私奔，并且还用安眠药摧垮自己的身体。无奈之下，王龙一家只能求助当地相关部门，并在其帮助下见到了杨军。此时的杨军只顾为自己开脱，诉说着为丈夫付出，却得不到大家的体谅，自己出轨也是不得已。而对于卷走的补偿金118万和抵押贷款的30万，他满脸不屑地说：钱早就花完了，如果要还，我就只能去坐牢，到时女儿就没有妈了。或许想到与妻子曾经恩爱的画面，还有对方日夜照顾自己的身影，王龙决定与妻子离婚，也不再追究其任何责任。最终两人离婚，而30万贷款则由杨军父母偿还。此事件经媒体播出后，杨军被网友们痛骂，并将其视为现代版潘金莲。想必这样的名声也很难再次出嫁吧。诚然，杨军在丈夫受伤后可以做出离婚的选择，毕竟要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一个很难的决定，但她却为了一己私欲伤害对方，甚至要人性命，这让人痛恨不已。俗话说，夫妻本是林中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大难当前，倘若做不成夫妻，也不必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这不是缺钱，而是缺德。